大家好，这里是北猫，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新冠疫情下呢，中国的外卖骑手不减反增。根据美团对外展示的数据呢，在2020年1月20号到3月18号，美团单新加入的骑手就有33.6万人。在2020年疫情期间，美团的外卖骑手呢还临时担任着医疗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的配送，不少人能够安然待在家中，外卖体系功不可没。作为一种全新的灵活就业方式，外卖骑手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，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，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。但随着疫情的减缓，骑手的增长，另一个问题进入舆论的视野：被算法压榨，交通事故率高，没有职业前景，没有社保，每天工作时长长达10个小时以上，基本上属于职场裸奔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美团注册骑手只有1.5万人，但是到了目前为止，中国的外卖小哥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。如果按照城市最低社保计算，每个月光是社保的费用就要高达40到50亿人民币的支出，两家平台一个月加起来的收益都可能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给1000万外卖小哥购买了社保，这个是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。现在大体上都是通过外包的方式来解决，而且这个行业进来也容易，出去也容易。很多人在家里面买一台电瓶车，注册一个美团骑手账号，经过一点培训就可以开始接单了，非常的便捷。哪一天要是不想做了，直接注销或者不再接单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让美团或者饿了么购买社保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像这样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注册成为美团骑手呢？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新蓝领。其实大家可以发现，大部分从事外卖骑手的人群都是从流水线转下来的人群，做其他的事情呢，大部分都不会，而且很多企业要求有经验的。而骑手这一行呢，不需要什么经验，也不需要什么技能，4个人就能干。当然，这也代表着可替换性强。虽说可替换性比较强，但是骑手这个职业呢，对比流水线工人来说，就显得比较自由。他们圈子里面彼此之间沟通最多的就是自由，你想跑就跑，不想跑就休息，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多长的时间。所以这也是很多本身有职业的人群选择副业的一个方向。毕竟多劳多得，收入可以预期。对比血汗工厂来说，送外卖是一项不可多得的好工作，只要够勤快，月入上万是可以达到的。在经济下行、增速变缓的大环境之下，一份月薪过万、灵活就业的岗位会吸引大量的人群进入，也就不足为奇。我当时选择副业的时候呢，也想过当一个外卖骑手，起码一个月多那么几千块钱收入，加上正职的话，一个月大体上有2万左右的水准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发现，在算法的指挥之下呢，骑手每单要求送达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收益也越来越低。你想要赚取理想的收入，你必须不断的加长你投入的时间。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做自媒体，毕竟我做自媒体也算是轻车熟路。因为我个人觉得，平台在压榨时间上面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你骑手再努力工作，再轻车熟路，一旦被算法捕捉，就会形成该地域人员新的工作标准，逼迫所有的外卖骑手共同提升。你的努力不仅没有好处，反而害了你的同行，造成整体的内卷，形成越努力越被压榨的怪圈。一切都能通过数据进行体现。在疫情期间，由于不能送外卖上楼，算法减少了每单的送达时间。一个地区之前是40分钟要送达，后面呢有一部分人可以在25分钟左右送达，并且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么算法就会开始计算新的路线图，发布给该地区所有的人员。由于一部分人员呢不是很熟悉，所以给的时间压缩了10分钟，变成了30分钟要求送达。从40分钟变成了30分钟，这里面就是因为有个别的人进行了努力，他本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可能只是想多赚一点钱，也不知道会给大家造成伤害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内卷就这样形成的。不过在目前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的加持之下呢，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小哥等灵活用工模式在促进就业、扩大内需、提升经济方面呢，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。外卖骑手群体，我个人觉得呢，在中年或者晚年会存在一定的职场危机。不过现在这个社会，除了公务员，又有哪一个职业可以说是高枕无忧的呢？我们也做不到日本的职场终身化，韩国的3星化。有没有社保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，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打算在北上广深买房，基本上都是趁着年轻多赚一点钱，老了大不了回家种地，反正有新农合嘛，也没有多大差别。因为他们是按最低岗位薪资缴纳的社保，
后面领取的钱也就1000块钱不到，根本不够干嘛的。再加上目前北上广深孩子上学的费用，一个学分就把大部分人群卡在了外面。你的一个人的基础分是60分，一个月的社保呢是0.05分，扣除12个月的社保分再计算，也就是说他社保买了3年，其实只有算2年的分数，也就是61.2分。而且说好一点的学校，最低分数都要62到64分。期间你社保还不能断，一断就重新计算社保月数，分数直接归零。这也是大部分人后面选择返乡的原因之一。孩子都在家里上学呢，你父母还能跑到哪里去？